不到3个月，报纸上向导社的小广告犹如雨后春笋，总有100余家之多。这时就完全变质了，许多客人在吃饭之后就把他们带到旅馆中去了。当时向导员的收费是每小时1元，到这个时候，客人如果不做非分之想的话，坐满了1小时，他们拿了1元就走。如果客人另有企图的话，就要另给酬金10元、20元，那么客人也得偿所欲了。从这时起，一般人对向导社的看法就不同了，都把这种组织当作变相的妓院，而且不问你在什么地方，只要一个电话，向导女郎马上应召到来，就是没有应召女郎的名目，实际上倒是开了应召女郎之先例。向导社营业的进展快得很，顿时各家旅馆都客满起来，而且还有几家向导社便开设在旅馆中，随时有一种刊有向导女郎相片的宣传品塞进房中，有心的话就可以与来人接洽，片刻之间便可达到某种目的。当时上海人将这种女子称作向大人，其实干这行的女子已有几千人了。不久便有进一步的招来，有一家淘淘向导社，他们觅到一个畸形生理的女郎，胸前有3个乳头，经小报一发表，居然门庭若市，营业鼎盛，该社的老板大发其财，而这个畸形女子也得到一个外号，叫做3潭印月。又过了一个很短的时期，淘淘社扩充营业，径自在社中辟了几10个房间，让客人可以就地解决。后来好多向导社都响应起来，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，这是沦陷时期发生的怪现象。话剧风行，卖座甚盛。在沦陷时期，外国电影中断，国产电影产量甚少。我记得有一部外国电影叫做《碧血黄沙》，还有《出水芙蓉》等3、5部电影各投轮电影院，因为无片可换，竟把这几部片子反反复复重映不已，但卖座依然不衰。从前上海有一个由唐怀秋领导组织的中国旅行剧团，在卡尔登电影院演出话剧，因为剧本好、演员好以及音响效果好，所以把大批电影观众都吸引了去，生意好到要几日之前定座，否则就有项羽之事。接着就有许多具有表演天才的人也纷纷起来组织剧团，分别在各电影院中演出，卖座也很好。后来连歇业的辣匪舞厅也改演话剧了。日本人有一种观念，中国老百姓都有抗日性，凡是卖座的戏剧必定要派人去暗中查看，遇到台上演出稍有抗日意义时，就要召集团主谈话，甚至勒令停演。但是编剧都乖巧得很，有一出《桃花扇》，故事虽是明代的人和事，但这种人物的言行一望即知是在影射当时某些降日的人物。这出戏当时卖座最盛，日军一度勒令停演，但是经编剧稍加修改，换了一个戏名，改称李香君，依然场场客满。张善坤，浙江吴兴南浔镇人，南洋大学毕业后投拜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，加入青红帮，垄断了上海的大世界游戏场和舞台。1934年办起了新华影业公司，拍摄了《新桃花扇》《长恨歌》《壮志凌云》等影片。1942年5月，张秉成日本侵略者旨意合并新华等12家电影公司，成立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，简称中联，共拍摄影片近50部。我有禽兽欧写过一部小说《秋海棠》，这是被改编为话剧演出，
担任秋海棠一角的就是石辉，演罗香起的是沈敏，演的真是有声有色，一时卖座之盛，打破一切话剧记录。日本人认为这种戏能这样卖座，一定与抗日有关，由日本文化部派了几个专员去观看，认为戏中的军阀元宝藩有影射日本军阀之嫌。经过了一场解释，才得以续演下去，一连演了几个月之久。当时上海演艺界中，以张善坤最是长袖善舞，他拍摄电影，网罗全上海的电影明星，隶属他的旗下。他见到话剧如此发达，也斥资组织话剧团演出话剧。他的手面一向很阔，所以布景道具都不惜工本。其实张善坤和后方倒有些联络，他对特工分子往往供给匿藏之所，并借用汽车等。后来日本人泥足愈陷愈深，重庆分子希望张善坤演出一出爱国话剧来鼓励人心，张善坤就请人编了一出《文天祥》，由张法主演，场面之大，人才之盛，耗费之巨，又打破了一般话剧的记录。张善坤口齿伶俐，任何事情能说得人动心。这出戏的上演，他知道会闯祸，就运用一种机制，在演出的第一晚就邀请日本方面的高级人员20-30名临场观看，并事先举行一次招待会，说东亚人民爱国性都很浓厚，日本人爱国家，中国人在文天祥的时代也爱自己的国家，所以这出戏是鼓励人民要有爱国心。这些日本人经他一讲，竟然也大点其头，等到入座观剧，居然也不断地拍手叫好。所以只有这出《文天祥》没有遭到日本人干涉，听说后方还有密电来嘉奖他。在将近天亮时节，张善坤到屯溪报到归队，万不料屯溪有吴少鹏、冯友珍两个派系，极不相容。吴少鹏奉命邀请张善坤，冯友珍却利用许多报纸对张善坤大肆攻击，认为张善坤是文化汉奸，有不可宽恕的罪名。终于张善坤、童月娟吃了一场冤枉官司，但是监禁的时日并不长，经过了大家的保释，不久就出狱了。在话剧界，爱国分子不在少数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民国31年1942年1月20日，报纸上登出一个惊人的消息，说著名话剧女演员英音在19日开了国际饭店708号房吞鸦片自杀。她以演武则天一剧出名。还有一出《海上春秋》，她饰演的角色是唐友仁夫人。该剧影射痛骂陈璧君，句词痛快淋漓，致使日本人对英音极注意。后来在英音住所捉到一位担任秘密工作的平组人，于是日本人假手76号，将平拘捕，百般拷打，将其打得死去活来。英音多方设法营救，76号起初索贿2万元，英音凑足了数目前去，岂知又变化了，加到4万，最后几天又由8万起递加到100万。英音认为这个数目无法凑成，1月8日，平组人便死在76号狱中。英音在愤怒、忧郁交集之下服毒自杀。